想在室内养好花，只需要记住这些妙招，不管你养什么，叶子都是绿油油，亮得像打了蜡一样，不黄叶，不掉叶，也不枯叶，而且植物长得又快又好。园艺圈里养花10几年的高手，都是偷偷用这些妙招把花养得枝繁叶茂，花开不断。很多花友都不知道这个妙招，今天免费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为了避免以后找不到，请花友一定先点红心再收藏。这些妙招给绿萝用了，叶片油绿爬藤快；蟹爪兰用几次，转眼就花开爆盆；给栀子花过后，开的花又大又香；三角梅用几次，只见花不见叶；兰花多使用，花大色又艳；君子兰用几次，花见蹭蹭冒。包括天堂鸟、发财树、幸福树、长寿花、杜鹃花、多肉以及家里面的瓜果蔬菜都可以通用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14个养花妙招。1. 浇花。1. 残茶浇花。残茶用来浇花，既能保持土质水分，又能给植物增添氮等养料，但应视花盆湿度情况，定期的有分寸的浇，而不能随到残茶随浇，而且残茶要充分发酵后使用。2. 变质奶浇花。牛奶变质后加水用来浇花，有益于花的生长，但对水要多些，使之比较稀释才好。未发酵的牛奶不宜浇花，因其发酵时产生大量的热量，会烧根导致烂根。3. 凉开水浇花。用凉开水浇花，能使花木叶茂花艳，并能促其早开花。若用来浇文竹，可使其枝叶横向发展，矮生密生。4. 温水浇花。冬季天冷水凉，用温水浇花为宜，最好将水放置室内，待其同室温相近时再浇，则更好。5. 淘米水浇花。经常用淘米水浇米兰等花卉，可使其枝叶茂盛，花色鲜艳，但淘米水也一定要充分发酵后使用才安全。6. 家中无人时的浇花。爱养花的人，如因探亲或外出办事10天半月不在家，没人浇花，这时可将一个塑料袋装满水，用针在袋底刺一个小孔，放在花盆里，小孔贴着泥土，水就会慢慢渗漏出来，润湿土壤。孔的大小需掌握好，以免水渗漏太快。或者在花盆旁放一盛满凉水的器皿，找一根吸水性较好的宽布条，一端放入器皿水中，另一端埋入花盆土里，这样至少半个月左右，土质可保持湿润，花不致枯死。会浇水是养好花的基础，也是花不死的诀窍，但想要花开花多，花叶绿的话，施肥才是重点。2. 施肥。1. 麦饭石肥。在花盆里撒上一层麦饭石颗粒，可促进花卉的生长，延长开花期。2. 碎蛋壳肥。将蛋壳压碎埋入花盆中，是很好的肥料，可以使盆花生长茂盛，叶繁花艳。3. 黄豆肥。煮熟少量黄豆待用，每盆花穿3个洞，放入熟黄豆3-5粒，深及2至3厘米，不伤花根，壮根旺根。4. 将平日准备废弃的猪骨、鱼骨等烤枯捶碎，施放盆底或盆面。5. 用洗米水浇花。洗米水含氮、磷、钾等微量元素，既是复合肥料，又是温和肥料，不伤花根，只要盆土不进水，随时可用。3. 收集有机肥。家庭养花不宜常用化肥，栽培花卉所需要的氮、磷、钾等主要肥料，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收集到。例如，发霉不能食用的废花生、豆类、瓜子以及杂粮等，都是含氮素的肥料，经过发酵做底肥或泡制成溶液为追肥，都能促使花木茁壮生长。鱼刺、碎骨、鸡毛、蛋壳以及人们剪下的指甲、头发等，都含有丰富的磷。把这些废料掺入旧的培养土里，加些水后装入塑料袋中，放在角落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腐熟，便能变成极好的有机肥。若将这些废料泡制成溶液后追肥，可使家养盆花的花色鲜艳，果实累累。此外，发酵过的淘米水、生豆芽换下来的水、草木灰水以及雨水和鱼缸里的废水等，都含有一定的氮、磷、钾，只要适量使用，就会起到促进花木生长发育的作用。其实，养花过程中最让人头疼的是虫害，看着就让人心烦。下面介绍几种消灭虫害以及蚂蚁的办法。4. 消灭虫蚁。
一、花盆中出现小飞虫时，可用3-4根棉签、棉花棍保占敌位，以不致滴下来为度，然后将柄端插在植株周围的盆土中，飞虫即可消灭。2、洗衣粉，把半汤匙洗衣粉溶解在2升水中，每隔2周喷洒花叶，可彻底消灭白蝇和细菌。3、牛奶，将30毫升牛奶掺入1升水中搅拌，用纱布过滤后喷洒在花叶上，能杀死蜱虱以及虫卵。4、啤酒，把啤酒倒入放在花盆土壤下的浅盆中，蜗牛爬入就会被淹死。5、大蒜，把1个大蒜头捣碎，用1汤匙胡椒粉一起掺入半升水中，1小时后把它喷洒在花叶上，可预防老鼠的侵袭。6、花盆中出现蚂蚁时，可将烟蒂、烟丝用热水浸泡1-2天，待水变成深褐色时，将一部分水洒在花茎、花叶上，其余的稀释后浇到花盆里，蚂蚁即可消灭。5、自制杀虫剂。1、取大葱20克，切碎后放入1升水中浸泡1昼夜，滤清后用来喷洒受害植株，每天数次，连续喷洒5天。2、大蒜20至30克，捣烂取汁，加1升水稀释，立即用来喷洒植株。3、烟草末40克，用1升水浸泡2昼夜后，滤出烟末，使用时再加水1升，加肥皂粉2至3克，搅匀后喷洒受害花木。4、水1升，草木灰300克，泡3昼夜后即可喷洒植株。6、君子兰避暑法。盛夏时节，气温常在30摄氏度以上，这对君子兰生长极为不利。一般会给君子兰搭个棚降温，除此之外，还可将君子兰的盆埋入沙子里，然后在沙子上每日早晚各洒水1次，这样既能使盆土保持湿润，更主要的是可以借沙子里水分蒸发时的吸热作用，达到降温目的。7、绣球花变蓝。想要绣球花开花更艳丽的话，在绣球花根部钉进1颗生锈的铁钉，绣球花就会增加欣赏价值。8、鲜花保鲜法。蔷薇花在其剪口处用火灸一下，再插入瓶中，可长久保鲜。秋菊花在其剪口处涂上少许薄荷精是保鲜的秘诀。在养菊花的清水中加进微量的尿素或土壤浸出液，也就是肥泥土加水搅拌后过滤而成的溶液，可使瓶插菊花长达30天才凋谢，比用一般清水延长10多天。白兰花晚上用湿布包裹，白天揭开，可使花的凋谢时间推迟2至3天。芙蓉花先插入热水中1-2分钟，再插入凉水中，可更久的保鲜。大丽花剪口进入热水中片刻，再插入冷水中，可以保存更久。牡丹花保鲜时，先用热水浸渍切口，然后再插入冷水中，可让牡丹长红。山茶花可以插入淡盐水中，百合花比较适合插入糖水中。保鲜栀子花可以在水中加1-2滴鲜肉汁。水仙花插养在1/1000的淡盐水中，可以开花更久。莲花用泥堵塞气孔，再插入淡盐水中，可以欣赏更久。当我们出远门时，把瓶插鲜花取出，放在电冰箱果菜盒中保存，可以保持长时间不凋谢。回来后取出插在花瓶里，又可栩栩如生。另外，用阿司匹林融化于水中，可延长瓶养鲜花的开花时间。9、除臭法。室内花卉若用发了酵的溶液做肥料，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若用橘子皮放入肥料液内，气味就会消除。同时，橘子皮本身也是上好的肥料。10、调整开花时间。把花籽、植物的球根或扦插用的枝条装入塑料袋，再放入冰箱冷藏室里，适当的时候拿出来植种，可任意调节开花时间。11、中和碱性盆土。南方的一些花卉在北方盆栽不易成活或开花，这是因为盆土碱性过大的缘故。中和碱性土的办法有多种，此法是将削下的苹果皮及苹果核用冷水浸泡，经常用这种水浇花盆，可逐渐减轻盆土的碱性，让一些水土不服的植物生长得更好。12、受冻复苏法。春寒时节，盆花在室外会冻僵，遇此情况，可将盆花素用吸水性较强的废报纸连盆包裹3层，包扎时注意不可损伤盆花枝叶，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。如此静置1日，以使盆花温度逐渐回升。经此处理后，受冻盆花可以复苏。
13、植物清洗法。不少家庭打扫卫生时，无论是冬季还是在盛夏，一般都将盆花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下，这样往往会因温度骤变而影响植物的生长。如果是观叶植物，可用蘸水顺花枝叶脉，一片一片的清洗干净，而其他植物则可用喷壶冲洗。14、根除杂草法。杂草繁殖力很强，庭院中的杂草刚刚拔除不久，没几天又长得到处都是。遇此情况，平常腌制鸭蛋或咸菜的盐水不要随便倒掉，在杂草繁盛季节，将盐水泼在杂草上3、4次即可遏制杂草的生长。此外，煮土豆的水也可除去庭院里或过道上的杂草。再就是用漂白粉水除草也很有效，方法是把水洒在要除草的地上，使土地湿透，24小时后再用漂白粉水浇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